各位会员朋友好，过去一年，标普和纳指虽然再创新高，但 CRI 系统显示多头动能已处于严重乏力的状态。2026年开年，美股最好的情况是横盘，最坏的情况则是持续性的阴跌。面对高位回调的风险，现在会员朋友们最关心的是哪里还有价格洼地？是回踩关键支撑位的比特币，还是近期波动剧烈的 MSTR 和 Circle？今天查理会结合独家 AI 系统的数据，为大家揭晓2026年首批逢低建仓的名单。回顾比特币在2025年的走势，投资者只能用高开低走来形容。和美股大盘差不多，比特币在前3个季度呈现出 V 型反弹的走势。随着川普的关税战开幕，比特币从2025年2月崩跌到了25年4月初，整体大跌30%。而随着关税政策的缓和，比特币也从4月份的7.5万美元底部跳涨到7月中旬的12.3万美元，并且这个12万美元的新高一直在高位维持到10月下旬。就在大家以为比特币要突破15万美元大关的时候，在短短6周之内突然扭头向下，暴跌33%，居然比年初的下跌幅度更为猛烈，直接从12万以上的价格跌到了8.4万美元附近，可谓是相当的惨烈。之后，比特币的价格就维持底部低位震荡的格局，一直持续到26年1月份。实际上，比特币的暴跌虽然起因是川普在10月10日威胁对中国征收报复性的关税，但是真正导致其下跌持续的原因，则还是金融系统的流动性枯竭所致。这张图显示，美联储银行的储备资金水位，在25年10月到11月份，美联储银行账上的资金在不断的上涨，这也就意味着市场上的美元流动性正在被逐渐抽干。而比特币、以太坊这些加密货币，往往是市场一紧张就先被卖掉的高风险资产，它们就像煤矿里的金丝雀，一旦开始下跌，往往在提醒大家，美元流动性正在变少。在10月的档口，市场上有大量比特币的杠杆多头，也就是用借来的钱压住比特币价格的上涨。仅仅在10月10日和11日2个交易日，就有高达190亿美元的杠杆仓位被强制平仓，涉及大约160万到163万人的交易头寸，创下历史纪录。初始价格下跌触发平仓之后，卖压进一步扩大，让比特币的价格继续下跌，从而带来更多的平仓，形成恶性循环。因为加密货币的价格崩跌，不光散户合约被清算，机构产品也面临压力。比特币现货 ETF 和以太坊 ETF 出现了显著净流出，这个过程就形成了典型的爆仓连锁反应，是比特币崩盘行情放大的主要原因。然而，好消息是，从25年12月初开始，比特币似乎在8.5万到8.7万美元附近找到了一个强力的支撑范围。在过去的1个月，比特币的价格居然还有2%的小幅收涨，这个迹象表明，比特币很可能完成了低位的筑底阶段，它的价格现阶段算是企稳了。那么，接下来比特币 V 型反弹就需要从别的资产那里抽取美元资金，来推升币的价格，重新突破10万美元。而这个流动性来源很可能就会从黄金、白银等贵金属市场中获得。可以看到，黄金是整个2025年表现最佳的投资标的之一，年涨幅高达61%，比纳斯达克100指数20%的涨幅高了3倍。当然，在全球地缘政治愈加动荡、美元超发导致美债贬值的今天，全球各大中央银行都在卖掉手中的美债资产，转而买入实体黄金，这也是支撑黄金价格一路飙高的基本面情况。然而，这个极高的涨幅在过去几周之内，吸引了大量短线资金买入黄金类 ETF，包括图中展示的 GOD。和10月的比特币行情类似，很多机构加了杠杆，买入看涨黄金的金融衍生品。然而，在12月31日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突然提高了金属期货保证金的要求，这就直接引发部分高杠杆的仓位被迫平仓。事实上，查理的 CI 投资系统早在12月23日就检测到 GOD 的仓位配置已经严重失衡，看多的比例大大压倒了看空黄金价格的比例。当时查理就给咱们的会员朋友提前预警，现在不是追高买入黄金类 ETF 的时候，因为容易在高位被套牢。那到了26年1月3日
，GOD 的价格暂时企稳在395到400美元的范围。查理这里还是不建议各位朋友现在就着急买入黄金，因为我们很可能看到它的价格在这个高位盘整震荡大半年的时间。上一次 GOD 也是在25年4月中旬达到316美元之后，盘整震荡足足4个半月，直到8月底才再度上攻。我们完全不需要现在 FOMO 着急买入黄金 ETF，而是可以再耐心的等等看。而且查理预计近期有部分资金会高位卖出黄金类资产，把钱转入抄底比特币甚至以太坊。因此，查理建议朋友们现在就提前布局便宜的买入 IBIT 或者 FBTC，坐稳符号，享受赚钱的快感即可。那比黄金更夸张的当然是白银的走势。可以看到，白银价格在过去一年飙涨了139%，是黄金的2倍以上。然而，和2011年白银创新高的情况非常类似。我们从12月底开始，很可能看到白银价格触顶之后扭头向下跳水，因为历史上白银有魔鬼金属之称，它比黄金更邪乎，涨起来六亲不认，跌起来也一样。如果2026年全球地缘形势有所缓和，白银市场可能出现恐慌性的抛售，发生多杀多的踩踏行情。在这里，查理强烈建议各位会员朋友们避开白银和 SLV，因为它下跌的风险极高。好，聊完了比特币、黄金和白银，我们来看看 MSTR Strategy 比特币代币股的情况。可以看到，MSTR 的股价从25年7月一直崩到了12月份，股价雪崩了2/3，极其的惨烈。截止到26年1月4日，MSTR 的股票还徘徊在150到160美元的低位。有朋友就按捺不住想抄底的冲动，想在这个点位建仓买入 MSTR 的股票。查理认为，在这里只适合小仓位开仓一点点，但绝不适合重仓，因为 MSTR 有巨大的政策风险还没有落地。首先，在2周后的1月15日，MSCI 大摩指数将决定是否将 MSTR、BMNR 这类数字资产代币公司留在其主要指数之中。如果 MSTR 因为其90%以上的资产都是比特币，而被 MSCI 视为非传统运营类公司，并把 MSTR 的股票剔除出 MSCI 指数的话，将引发高达数十亿美元的被动资金抛售 MSTR 公司的股票。届时 MSTR 股价很可能下挫到120美元以下，比现在160美元的价格还要再跌20%以上。其次，美国证监会 SEC 未来如果裁定 MSTR 的主营业务不再是软件开发，而是管理比特币类资产，很可能会将其重新归类为投资公司，这就会迫使 Strategy 面临极其严格的合规要求。那 Michael Saylor 公司的 CEO 就不能像以前那样增发股票、融资上杠杆来买比特币。查理认为这两项巨大的政策风险还远没有落地。会员朋友们，现在千万不是 all in 赌 MSTR 能 V 型反弹的时候，大家一定要非常的小心谨慎。如果我们回到 MSTR 股票的走势，会发现 CI 投资系统对于 MSTR 目前给出的是持有的中性信号，尤其考虑到 MSTR 的 EPS 在今年会比去年暴跌86%，这就意味着它的股价还有大幅下挫的空间。目前 MSTR 处在152到157美元的中等支撑区域。如果查理来做，我肯定要等到 MSTR 跌到120美元甚至更低的较强支撑，并且我要等到政策风险释放之后，再考虑要不要小仓位买入 MSTR。现在还是算了。我的 CRI 投资系统早就选定了比特币 ETF IBIT 作为最正统、最稳健的数字货币投资标的，完全不需要再冒额外的风险买入 MSTR 的股票。好，聊完了 MSTR，我们最后看看稳定币之王 Circle 的股票走势。和 MSTR 代币股完全不同，Circle 公司本质上是互联网金融企业，它不靠囤加密货币赚钱。可以看到，Circle 在2026年应该会实现扭亏为盈，EPS 从负值来到0以上。华尔街的机构给出的 CRCL 1年后的目标价范围在60到280美元，现在 Circle 市场价刚过80美元，处于这个区间偏低的位置。此外，Circle 虽然才刚上市7个月，但是已经形成了66到75美元的强支撑，以及105到114美元的中等支撑区域。现在 Circle 的市场价在83美元附近，比强力支撑高了10%，还是有较大的上涨空间。结合 Circle 在今年实现盈利，
它的 PE 本益比大概率会在75左右，比特斯拉、Palantir 动辄200以上的 PE 还是会低不少的。因此，查理的 AI 系统认为80美元市价附近买入 CRCL 的股票是非常不错的投资选择，至少比 MSTR 股票靠谱得多。因为 Circle 不是炒币公司，而是类似于 PayPal、Coinbase 等 FinTech 互联网金融企业。目前 CI 投资组合也有非常少量的 Circle 的股票，成本价在82美元，查理会继续持有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截止到2026年1月4日 CI 投资系统的最新仓位配置。我的 AI 系统会根据每天更新的金融数据，包括标普500指数的走势、美债殖利率的变化、全球央行的流动性、大宗资产价格的波动，来对美股、短债、黄金和比特币类持仓比例做出必要的调整，或者维持不变。2026年1月初 CI 投资系统还是把85%的资金放在美股指数和优质个股上，把剩下15%的资金放在比特币 ETF IBIT 和 FBTC 上，超短债和黄金的比例为0。可以看到，目前标普500、纳斯达克100以及科技板块指数都超过了 CI 系统给出的买点，我们不需要着急追高买入。但在个股层面，系统推荐了3只可以在市价附近建仓的股票，分别是亚马逊、Circle 和微软的股票，它们的买点也以绿色数字标了出来，朋友们可以参考一下。这是截止到1月4日 CI 退休组合的最新持仓情况。可以看到，我们严格按照 CI 系统的仓位配置，把15%的资金买入比特币 ETF IBIT，持有成本在49.3美元，现在已经有超过3%的利润。我们会持续持有 IBIT，直到它创造新的历史高点，再根据 CI 系统未来的提示，在恰当的时机逢高止盈卖出部分仓位，获利了结，从而拿到超额收益。在股票层面，我们买入了占总资金47%比重的纳斯达克100指数类 ETF QQQM，剩下37%的仓位，我们买入了标普500指数 ETF SPYM，只留了1802美元的现金，比例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。那从11月30日开仓到现在，CRI 退休组合有4300多美元的浮盈，在美股大盘高位震荡的特殊时期，表现那是相当的稳健。如果会员朋友们想获得 CRI 退休组合的实时更新，可以考虑升级成 CRI 精英分析师会员。您不但会得到 CRI 退休组合的动态，还能在精英会员贴中得到查理在期权和带杠杆类的 ETF 层面的投资细节。这是截止到1月4日 CRI 投资组合的最新持仓情况。可以看到，涨得最好的3只股票分别是波音、Figma 和英伟达，查理会继续持有它们。那在1月2日，查理根据 CI 系统的提示，部分止盈了量子计算 ETF QTUM 的仓位，把获得的资金逢低买入了微软的股票。现在微软占了总资金的1.6%，成本价拉低到了476美元。我们会坚持持有微软，因为它的下一个爆发期很可能就出生在2026年第2季度，和去年的情况差不多。那交易结束之后 ，CI 投资组合的前5大持仓是 Meta 占比45.2%。比特币 ETF IBIT 占比16%，亚马逊占比8.9%，标普外动量指数 SPMO 占比7.1%和英伟达占比5.9%。接下来 CI 投资组合如果有新的持仓变化，我也会及时更新，请大家保持关注。如果您想第一时间得到 CI 投资组合的讯息，可以加入先锋会员，您会收到实时更新的交易细节，还有会员专属抢先看的权利。好，以上就是本期会员节目的全部内容。查理的个人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。您对比特币、黄金和白银的走势有什么看法？MSTR 和 Circle， 你看好哪只股票的反弹？请留下你的观点，我们一起讨论。查理非常感谢会员朋友们的鼎力相助，我也会陪伴着各位，为大家带来最及时、最有效的投资策略。祝您操盘开心，财富自由。我们周3的节目再见。